别以为一块手帕就能收买我，该来试试居然教给我的内力修炼方法了。内力成型了，难道我真是传说中的练武天才？原以为你有天赋，却不知天赋如此高。多谢王爷夸奖，我下午可以回家吗？不行，你内力虽形成，但没人看着，很容易走火入魔。下午留下继续练武。哦，母亲又睡了。回大小姐，夫人下午与丫鬟们玩了一会儿游戏，玩累了便睡下了。母亲近来为何如此嗜睡？不过能吃能睡也是福。谁在门外？有人吗？小姐，奴婢在这儿呢，该用晚膳了。卑鄙无耻的，你给我出来！竟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为你那白痴娘争宠，要脸不要？是柳姨娘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走火入魔？幸好我刚练了2日，内力还不足，否则后果无法想象。你个不要脸的，不仅勾搭了王爷，还敢用这种阿杂手法算计姑奶奶，真当姑奶奶是吃素的？哪来的泼妇？也不瞧瞧自己的身份，敢来这儿呢？泼妇！我告诉你，本姑奶奶是姨娘，你永远是个奴才。你，谁说姨娘就不是奴才了？放肆！贴身嫁了老爷，大小姐也得唤我一声姨娘不是？裴姨娘也来了，这柳姨娘没什么脑子，应该不是无故来滋事，定是裴姨娘的主意。姨娘就不是奴才？你且问问裴姨娘，这姨娘到底是不是奴才？呵呵，大小姐说笑了，姨娘是老爷的枕边人，怎么能是奴才？难道老爷还能睡奴才不成？原以为裴姨娘出身官宦，应是知书达理，闹了半天也是不懂啊。既然你们找上门来，那本小姐便给你们讲讲妻与妾的区别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方为妻，而妾则是男人自己做主娶的，妾只是男人的玩物，若厌烦了，随意就赶出去，更有甚者，打死也是正常。顾千雪，你别太猖狂。顾千柔，你有个单纯善良的好嫡母，有个不愿与你计较的好嫡姐，却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柳姨娘还真是被人当了枪使。我白日不在府里，就大清早来赌，恰巧今日又是顾尚书的休沐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大清早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您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起来说话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老爷，妾身最近常常噩梦连连，便找了高人查看。那高人说，有人为妾身下了咒，就连老爷也被下了。什么？这咒毒得很，下在同性身上，能慢慢害了那人性命；下在异性身上，便能勾了那人的魂儿。你别绕圈子直说，是谁下的咒？又对谁下的咒？老爷，妾身不敢说。不敢说，你倒是敢闹，别装模作样了。大家时间都很紧，找人去屋里把太师椅搬来。祖母年纪大了，站不得。不行，妾身的意思是，不能放大小姐的下人回屋，否则就抓不到证据了。这柳姨娘莫不是在我院子里藏了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柳姨娘今日脾气可真大。老夫人，老爷，用这种阿杂手段的是大小姐。不会吧，柳姨娘今日脾气可真大，
放肆！没规矩的东西！大小姐也是你这姨娘能指的。老夫人，妾身说的都是实情，有下人亲眼看见大小姐将馒头上的青苔刮下，做成了毒药，还养了兔子，将其血放干。这不是下咒又是什么？刘氏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自然都是真的。老夫人，你想想，厉王殿下何等尊贵的人，怎么就看上了大小姐？您不觉得时间太快了吗？闭嘴，那是谣言。那大小姐的诡异行径又如何说明？据说昨日又放了许多兔子血，尸体定然还在房间里。老爷，您身体康健，后院姨娘众多，为何一直无子？那是因为大小姐对您下了咒，您自然生不出儿子。闭嘴！所以说，女人要多读书，说的话句句捅人痛处，不是找打吗？老爷，妾身也有一事不解。不说大小姐自落水后性情大变，只说这突然懂了医术，为何从前从未表露？妾身曾听人说过，这水中可是有水鬼的，人若下去，要么当了替死鬼，要么便水鬼上身。好一个生动的故事！若我是被水鬼上身，那厉王又是什么？他成了替死鬼？闭嘴！老爷误会了，妾身的意思是，那水鬼上身的是大小姐。我与厉王一同入水，为何那水鬼只上我身，而不上厉王之身呢？因为你是女子，女子属阴，脏物自然能上身。哟，裴姨娘很有经验嘛，却不知裴姨娘身上的水鬼是何方人士，说出来，搞不好咱们还能攀个亲戚呢。你够了！哼，柳氏，你知道诬陷嫡女该当何罪吗？妾身自然知晓，但只要老夫人派人去搜大小姐的院子，就知妾身说的是真是假了。若是假的，你怎么办？那妾身便让大小姐随意发落。来人，进去给我好好搜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若有可疑之物，立刻拿来给我。大小姐真是料事如神，让我们连夜将东西送出了府外。回老夫人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害我女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裴姨娘，那水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啊，妾身也就是听说。既然不了解，下回便别乱说了。裴氏，你既入了顾家的门，就是我顾家的人。若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那老身便做主，给你自由。啊，娘！厉景琛，你真的能守护住我们的秘密婚约吗？不同，你的今生非我不可。登录微博动漫 APP， 即刻解锁不同女神霸气追夫心动场面。嘴里把灯挑，这本生寂寥，你这眉一笑，乱了我阵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寂寥笑意漫上唇角，杨小八只鸟，结伴可无聊，你却每一条乱了我心跳，本小枝摇摇，倔强相思花地